F-16 Block 70战斗机，这款战机被誉为最先进的 F-16型号。但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美国自己并不采购这款型号？目前又有哪些国家购买了 Block 70？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F-16 Block 7072也被称为 F-16B， 其中 Block 代表生产批次，后面的数字越大，说明出厂时间越晚。以 F-16B 为例，它是从 F-16 Block 50基础上改进而来的。也许有观众会疑惑 ，Block 70之前不应该是 Block 60吗？为什么会直接跳过呢？这就要追溯到一段历史。F-16 Block 60也被称为沙漠隼，是阿联酋当年斥巨资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定制的版本。由于包含研发和后续投入成本，每架沙漠隼的单价高达1.6亿美元，而且根据协议，这款战斗机仅出售给阿联酋。因此，后续的 F-16升级计划不能以 Block 60为基础，只能回退到 Block 50进行改进。2012年，洛克希德马丁首次提出了新一代 F-16的概念，并提供升级服务。这些经过改装的 F-16被称为 F-16V， 而全新生产的版本则命名为 F-16 Block 70。2013年，巴林成为首个采购 F-16 Block 70的国家。虽然维基百科将 F-16V 和 Block 70视为不同型号，但洛克希德马丁官方将这两者统称为 F-16V。因此，接下来我们也沿用这一说法。新一代 F-16最重要的升级在于其搭载了由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发的 NAPG-83 AESA 雷达。这款雷达提供了更高的态势感知能力、灵活性以及全天候快速瞄准能力。值得一提的是， NAPG-83 是从 F-22 所用雷达改进而来。由于 F-16 不需要隐身设计，这使得该雷达在某些性能指标上甚至可能优于 F-22 的版本。NAPG-83 雷达为飞行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目标区域细节和数字地图显示功能，可以自由旋转、缩放，类似于我们在智能手机上的操作。在以往，由于战斗机计算机系统的限制，这种功能并未实现。而 APG-83 不仅实现了这些功能，还具备高达370公里的探测范围，同时能锁定多达20个目标。此外，其高分辨率合成孔径火控雷达为全环境精确打击提供了更强的支持。所谓合成孔径雷达，可以将其简单理解为战斗机的电磁波手电筒。飞机雷达通过发射电磁波并接收返回信号，确定目标位置。但像手电筒的光束一样，随着距离增加，电磁波也会散射，反射信号变得更弱，范围更广，目标逐渐模糊。同时，由于电磁波从发射到返回需要时间，而战机在此期间持续高速运动，导致返回的图像在飞机运动方向上发生偏移和模糊。这种现象被称为多普勒平移。因此，传统雷达在远距离只能粗略发现目标所在区域，难以实现精确锁定。合成孔径雷达则通过精妙的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它以一定间隔向目标发射电磁脉冲，并记录反射的信号。当战机前进一段距离后，雷达再次发射脉冲并记录数据。如此反复操作，雷达获取了一系列沿固定方向偏移的模糊图像。这些图像经过计算机处理，利用一种叫快速傅里叶变换的算法，可简单理解为找不同、剔除杂波，将每一张图片中的细微变化结合起来，生成一张完整而清晰的目标图像。通过这种技术，合成孔径雷达不仅克服了传统雷达的探测距离限制，还显著提升了目标识别和定位的精确度，使得战机能够在复杂环境下精准打击目标。不同频率的电磁波具有不同的穿透能力，合成孔径雷达能够通过调节电磁波频率，增强对目标的穿透力，即便在大雾、暴雨以及强电磁干扰下，也能保持清晰的视野，因此也被称为全天候雷达。当然，合成孔径雷达的实际工作原理要比上述描述更为复杂，而这样的解释只是为了方便观众理解。对于这方面有深入研究的朋友，也欢迎在评论区补充指正。此外，由于这款雷达来源于第5代战机技术，它还能与 F-35 的雷达系统进行配对，实现目标信息共享。这种能力在美国战机中非常罕见。除了雷达系统外， F-16V 还在其他方面做出了多项升级，例如全新的中央基座显示器能够通过高分辨率4英寸屏幕，
为飞行员提供清晰的战术图像，大大提升信息读取的便捷性。配备自动地面防撞系统、马丁·贝克 US-18E 弹射座椅以及新的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令 F-16V 具备更高的夜间目标探测和跟踪精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动地面防撞系统在2016年亚利桑那州的一次空中机动训练中，一名 F-16V 飞行员因过载晕厥，导致飞机无人控制并急速下坠。关键时刻，这一系统自动启动，将战机重新拉平，成功挽救了飞行员的生命。这一事件的视频后来被公开，成为 F-16V 最具说服力的活广告。凭借接近5代机的航电系统、出色的空中性能以及人性化的操作模式， F-16V 成为4代机中的佼佼者。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甚至在官网称其为最优秀的4代机。然而，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 F-16V 性能如此卓越，美国空军为何没有选择采购，反而让其他国家纷纷争相进口呢？答案很简单，时机不对。正如前面提到的， F-16V 在2012年首次亮相，而此时 F-35 已经进入初步交付阶段，供美国空军进行训练使用。因此，当时的美国军方面临2种选择：一是购买 F-16V， 二是直接转向更先进的 F-35。接下来，我们可以对比这2种飞机的性能，看看你的选择是否会与美国空军一致。首先需要明确一点， F-16和 F-35是基于不同的目标和时代背景研发的。F-16的初衷是为了夺取空中优势，经过多次升级后才成为一款多用途战斗机，而 F-35从一开始便定位为多用途战机。这种设计初衷的差异，使得 F-16具备极高的机动性，其内部结构和气动外形更注重灵活性，使其在制空权争夺中更具竞争力。尽管 F-35搭载了推力更强劲的发动机，但 F-16的最大速度仍能达到205马赫，而 F-35则仅为1.6马赫。然而，随着空战进入超视距作战时代，机动性在战斗机性能中的权重逐渐降低。导弹技术的飞速进步使对空导弹的速度和精度大幅提升，战机很难单凭机动性能躲避导弹攻击。因此，隐身能力、电子战性能以及超视距作战能力成为衡量现代战机实战性能的关键指标。在这些方面，作为美国最新一代5代机的 F-35展现出明显优势，尤其是其卓越的隐身性能，对 F-16V 形成了压倒性优势，大幅提升了实战中的生存能力。除此之外，飞行员的培养时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相比于需要复杂空中机动的 F-16、F-35的操作高度自动化，甚至许多 F-35飞行员是直接从民航飞行员转职而来。F-35的作战流程更简单，在雷达上锁定目标，发射武器，然后安全撤离。即使是航母起降，也有计算机辅助系统，大幅降低了对飞行员技术的要求。这种自动化设计让 F-35飞行员的培养过程更加高效，而 F-16飞行员的培养则显得耗时且苛刻。以 F-16的高机动性为例，飞行员必须频繁执行超过9个 G 的过载机动，这对于飞行员的体能和技术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培养一名 F-16飞行员不仅需要极大的天赋，还需要长期高强度训练，一般至少需要2年时间。而战机可以通过流水线量产，但飞行员的培养速度却很难提高。因此 F-35以其更简单的操作方式和自动化优势，自然成为美军的优先选择。看到这里，可能有观众会疑惑，虽然 F-35在许多方面确实优于 F-16，但不可否认 F-16V 仍然是一款非常优秀的战机。那么，财力雄厚的美国为什么不2者同时采购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当时的背景。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4年，但 F-35的研发和制造成本远远超出原定预算，直接翻了1倍。加上初期的 F-35单价高达2亿美元，这让美国空军的预算变得异常紧张。作为对比，当时 F-16V 的售价约为46亿美元。而经过数轮成本优化后 ，F-35的价格已经降至107亿美元。对于预算吃紧的美空军来说，价格更低且具备隐身优势的5代机显然更具性价比。结合此前提到的 F-35在性能、隐身能力和操作便利性等方面的优势，美军最终选择集中资源，
优先采购 F-35，以确保预算用在刀刃上。然而，尽管 F-16B 的价格较高，但贵并非其缺点。这款战机依旧是性能优异的4代机，在全球范围内，除非遇上5代机，否则很难找到能与之匹敌的对手。例如，在苏阿战争中，巴基斯坦就利用老式的 F-16击落了一架苏 -30 战机。要知道，苏 -30被认为是苏 -35的简化版，两者之间有大量零部件通用，连老型号的 F-16AB 都能击落苏 -30，更别提性能更强的 F-16V 了。因此，尽管美国空军对其兴趣不大，但全球范围内仍有许多国家希望通过购买 F-16B 来提升空军实力。另一方面， F-35作为北约联合作战体系的核心武器，美国对其出口有严格限制，这使得很多国家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择 F-16B 作为主力战机。例如，巴林作为中东小国，地处阿联酋和卡塔尔之间，虽然面临的国防压力较小，但考虑到中东地区复杂的局势以及与伊朗隔海相望，加强国防显然势在必行。因此，当 F-16 Block 71推出，巴林就率先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订了采购合同。捷克和斯洛伐克也在寻求用新式战机替换老旧的米格-29机队。2018年，捷克宣布向洛克希德马丁购买12架 F-16。而保加利亚的 F-16采购之路则更加波折，虽然过程漫长，但最终也加入了 F-16用户的行列。2019年，美国计划以12亿美元向保加利亚出售8架 F-16 Block 70战机，但遭到了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的拒绝。出乎意料的是，保加利亚议会在2个月后竟然推翻了总统的决定，批准了 F-16战机的采购提案。最终，拉德夫不得不接受这一决定，并在2021年签订了购买合同，计划于2027年交付这8架 F-16 Block 70。尽管 F-16 Block 70是一款性能优越的战机，但由于其性价比问题，再加上 F-35的强大竞争力，很多国家只能遗憾地错过。你认为哪个国家最适合采购 F-16 Block 70呢？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